面积190平方公里。叙利亚一旦失去第二大城市阿勒颇，损失有多大？中东乱局一波暂平，一波又起。黎巴嫩刚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，叙利亚局势又发生突变。11月29号，反对派武装一路猛进，成功占领了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。尽管叙军方迅速做出反应，但是目前阿勒颇市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？那失去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对叙利亚来说有何损失？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。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1. 叙利亚的基本情况。叙利亚是中东一个共和制国家，北部是土耳其，东部是伊拉克，南部与约旦相邻，西南是黎巴嫩和以色列，西部隔地中海与塞浦路斯相望，其海岸线长183公里。该国首都是大马士革。截止2022年，叙利亚人口1929万，其中阿拉伯人占80%以上。叙利亚全国面积185180平方公里，这个数字包含了戈兰高地。戈兰高地位于叙利亚西南部和约旦河谷地的东侧。在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，以方控制区约1200平方公里。联合国在该地区边界处设置了缓冲处。戈兰高地面积约1800平方公里，南北长约71公里，最宽处约43公里。该地区西南部是约旦河上游的泰巴列湖，水资源丰富，且戈兰高地年降水量约500至800毫米，被称为中东水塔。以色列国内使用的40%的水源都来自这里。戈兰高地与以色列接壤，地势高，可以俯瞰以色列的加利利谷地，对以色列和叙利亚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。戈兰高地的交通建设比较好，库奈特省是当地重镇，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之间只有60公里的路程，有公路可以直通。叙利亚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，主要有石油、天然气、磷酸盐等，石油储量约25亿桶。在战争前，石油可以自给自足，部分能够出口。虽然比不上沙特等石油大国，但石油产业也是该国重要支柱。但是现在该国石油资源濒临枯竭，叙利亚工业基础较薄弱，现有工业分为采掘工业、加工工业和水电工业。2011年，叙利亚局势动荡后，该国受到了西方的全面制裁，进出口受阻，货币贬值，失业率上升，经济几乎崩盘，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最落后动荡的地区。2. 叙利亚失去阿勒颇的原因。阿勒颇曾是叙利亚最大的城市之一，也是其经济、文化和工业的重心。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，阿勒颇成为了各方势力争夺的关键地区。阿勒颇是叙利亚西北部城市，阿勒颇省的省会，其人口约414万，历史上为地中海东通小亚细亚、阿拉伯半岛、波斯等地的交通要站，中东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，现有铁路通往伊拉克、土耳其、地中海岸、黎巴嫩与本国南部及约旦。奥斯曼帝国时期为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，今为工业城市，有丝织、棉印染、毛皮、果品等工业，也是农产品手工业的交易中心，棉花、羊毛、烟草等农牧产品的贸易颇盛。叙利亚北部最大的城市就是阿勒颇，另外它还是叙利亚的第二大城市，其首都大马士革是叙利亚南部的最大城市。从阿勒颇到大马士革的距离有350千米。叙利亚与以色列的边境与大马士革的距离只有60千米，与叙利亚和黎巴嫩边界的距离有24千米。也就是说，大马士革这一城市距离黎巴嫩与以色列这一冲突地区非常近，所以远程打炮基本上都能打到它。叙利亚在黎以冲突的背景下，不仅在首都大马士革附近部署了主要的兵力，还要在以色列军队发起攻势时进行应付。前一段时间，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局势非常紧张，所以叙利亚国内的军事主力都被抽调到大马士革附近进行部署防卫。那么位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这一地区的军事实力就相当的空虚，这就让反对派武装看到了机会，所以就此地区发起了攻击。另外就是因为叙利亚政府军提前没有得到任何情报，未做任何准备，以至于叛军未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就攻入第二大城市阿勒颇。3. 对叙利亚来说，阿勒颇有何重要性？2011年，叙利亚在阿勒颇市区与反对派武装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交锋。随着冲突的深入发展，在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的激烈斗争中，阿勒颇市也是几度易手。2016年，叙利亚在经过数月的激烈战斗，终于将阿勒颇重新夺回来。
但当时的阿勒颇已经满目苍夷，不仅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遭到严重的破坏，而且这个城市的数百万人口也流离失所。阿勒颇不仅在经济上有重要的战略价值，其地理位置上更有战略意义。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勒颇，不仅是叙利亚通往土耳其的主要通道，还是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连接的道路。所以将阿勒颇控制住，就等于将叙利亚与外界的联系给切断了。所以这一点对于目前需要依赖外国支持的反对派来说至关重要。阿勒颇不仅可以向土耳其寻求援助，还可以与外界的其他对立势力保持联系，这都是一块非常重要的战略制高点。对于叙利亚政府军来说，如何在内外部压力中寻得均衡之道，如何在阿勒颇的重大战役中拔得头筹，将成为决定叙利亚未来命运的关键因素。能够将阿勒颇整个控制住，对反对派武装来说，可能就会意味着他们在叙利亚内战的舞台上能够重新获得话语权。最后结果无论如何，阿勒颇的命运对于叙利亚来说都会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未来。